马斯的隐藏实力曝光，大胜联合军队。最近，以色列联合美军再次对哈马斯展开袭击，但是这支美军特种部队却惨遭哈马斯伏击，并且全军覆没。那么，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特战部队，哈马斯是如何做到的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。本来呢，以色列集结了几十万士兵，以及数以千计的坦克等战略装备，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展开全面进攻。而哈马斯的火箭和其他战略装备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怎么比都会落后一些。所以，单是从这些条件来看，似乎显得毫无胜算，并且在一开始，以色列就先对哈马斯展开了空袭，损坏了许多信息和基础设施，这也是现代化战争中的常见战术。而哈马斯对此的回答是向联合军坦克发射了短号反坦克导弹，直接造成大范围的伤害。这不按套路的出招，一下子让联合军团乱了阵脚，赶忙撤出了加沙。毕竟他们是来撑腰的，不是来给以色列卖命的。要知道，俄乌冲突爆发至今，老美也只是提供装备，并没有亲自下场作战。那么巴以两国之间的冲突，老美为什么要让自己的部队参与其中呢？关注我们接着往下说。美国以解救人质为由，加入以色列的行动中。即使以色列处于舆论的下风，美国也不顾一切地站在以色列的身后。难道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以色列被美国视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。中东地区资源丰富，为了防止中东国家之间抱团，对美国产生不利的影响，只能通过控制以色列来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地位以及中间的政治利益。对于巴以冲突的爆发，美国当然会选择站队以色列。而此次老美派出特种兵的理由也有，那就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，哈马斯还绑架了多名美国人作为人质。美国特种兵此次加入以色列军队，主要就是为了拯救哈马斯所绑架的无辜人质。可令人憋住笑的是，老美本以为自己下场就能快速结束，结果却被一同当成了笑话。传说中战无不胜的美军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关注我们接着往下说。哈马斯是如何做到同时挡住美以两军的呢？无论是武器还是人数，哈马斯似乎都占不到优势。那么哈马斯是如何取胜的呢？传说中战无不胜的美军，怎么真的是徒有虚名吗？首先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设有大量的地下通道和设施。哈马斯比较精通当地的地理形状以及地下通道的布局。当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实行空袭时，哈马斯可以躲进通道中进行躲避。其次，哈马斯并非正规国家军队，相对而言擅长使用游击战术，灵活的换位袭击对以色列军队以及美军带来了严重的困扰。最后，以色列军队以及美军特种部队作为正规的国家军队，需要遵守严格的军事行为规范和约束，需要尽少减少平民伤亡。哈马斯正是利用这一点，以融入人群的方式对哈马斯进行游击打击。目前巴以冲突持续不断，受迫害最严重的当然是那些无辜的百姓。战争的不断加持只会让百姓陷入无尽的痛苦，同时迫使战争走向极端。现在需要的是以和平的手段解决当下问题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